我们看这个《西游记》里边啊，要说哪个形象最为光彩照人，恐怕99%的观众朋友得说，那当然是孙悟空了。你看孙悟空啊，大闹蟠桃会，后来大闹天宫啊，把这玉皇大帝都给弄桌子底下了，快请如来佛祖。恐怕这一部《西游记》里再没有一个人有孙悟空这样胆大，而且不要命，而且敢于反抗强权。就咱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举例子说，你以为你谁？你以为你孙猴呢？什么都敢干。哎，有人就说孙悟空啊是最具备反叛精神的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。但是这个呢，你可能是看完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，看完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，你有这样体会。你要是把《西游记》的原著啊，吴承恩写的，你从头到尾翻一遍，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印象。因为你可以通过《西游记》原著里的蛛丝马迹，你发现孙悟空从一出生一直到最后西天取经成功，他的所有行为其实是被人一步一步算计着来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些行径背后都有一种东西在推着他走。等于说孙悟空是被别人操纵的一个傀儡，他在按照别人的意愿干这些事儿。咱们首先说孙悟空从哪儿来的。这一般的人物啊，他总得有爹有妈，孙悟空没爹没妈。咱平常老百姓有时候说人你石头里蹦出来的，就说孙悟空的。孙悟空呢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一块顽石啊，采天地之灵气，聚日月之精华，突然蹦开了，之后从里面蹦起来。咱们看一般来说，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有这么个约定俗成的规定，就说这个但凡哪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出世，那都不是随便的稀里糊涂给你推出来的，都带着某种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。那你说这石猴出世了，哎，天天吃点果啊，喝点山泉呢，活得自由自在，无法无天，这明显不是老天安排的。既然安排你以这种形式出世，你身上就带着使命，你必须得干点事。说后来孙悟空干了事了，那他干这些事，所谓大闹蟠桃会啊，闹天宫啊，取经啊，这都是谁安排的呢？咱们说这个在《西游记》的世界里边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呢宗教的世界和世俗行政权力的世界，这一点跟现实也不矛盾。咱们都知道这个古代印度它不分成几种人吗？最前面两种人，一个叫婆罗门，一个叫刹帝利。婆罗门是什么？宗教界。刹帝利是什么？世俗皇权。那么在《西游记》里边也是最大的两股集团，一个代表世俗皇权的玉皇大帝，一个代表宗教至尊无上权力的如来佛祖。孙悟空后来干这事就是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俩人开个会，一研究，咱得这么的。你用孙悟空干这个，我用孙悟空干这个，俩人一商量，把孙悟空后来事都安排好了。说怎么安排的呢？你看孙悟空啊，首先你想让他给你干事，你多少得顺应他的一些天性。什么天性呢？大家别忘，你不要以为孙悟空是个无拘无束，只求逍遥自在的这么一个小石猴，不是。那么他想干什么呢？这就是中国神仙怪道系统里头摆脱不了的东西，就是任何一个底层的妖怪，他要追寻一种上升通道，最终目的他要位列仙班。中国所有的妖怪都如此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，你比方说是老鼠啊、狐狸啊、蛇呀，你要想最终成神仙，你都得走那么几条道路。头一条道路呢，带有宿命色彩的，叫缘分。我举个例子，《西游记》里有个无底洞那个白毛耗子精，害了很多和尚呢。他的缘分在哪儿呢？偷吃佛祖那灯那香油，结果被抓住了，完了被托塔天王李靖给救了，他就拜李靖为干爹，这就是缘分。偷吃香油拜李靖为干爹，这为缘分。他有了这个缘，就寓意着他呀就不简简单单是个老鼠了，他就有将来可能修成神仙的可能，这是缘分。剩下来的你就得修炼了，刻苦修炼，修炼到一定本事了，你就成了妖怪或者妖精。有人说妖怪妖精不一回事，不一回事，长得好看点叫妖精，长得难看叫妖怪。
你看那白娘子那是妖精，哎，你这猪八戒那就妖怪了，长得难看了。所以妖到这个程度，你得修炼到年头。大伙儿注意，这个时候妖怪的本事不比神仙差。那白娘子水漫金山寺厉害人，可是为什么他还得往上走呢？因为在妖之上就是神仙，神仙有时候并不比妖怪本事大多少，但神仙和妖怪不一样，妖怪得自个儿创业，自个儿成立公司，躲到哪个洞里边吃个人干嘛的，天天算计唐僧到哪儿了，得算这事儿。神仙不用啊，公家给发俸禄，悠哉悠哉，白吃蟠桃啊，白吃太上老君金丹，体制内的人人给发工资，这是，所以比这个妖精啊那活得滋润多了。所以妖就总想能位列仙班，说白了就什么，不当临时工了，我转正有正式编制，这等于这公家养着我了。所以这些事儿孙悟空是看在眼里的。他要在花果山封齐天大圣，一辈子他也就是个妖怪，他怎么是个人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能不想通过自己努力能够弄个正式编制当神仙？所以孙悟空也想，可就是因为他有这样想法，他才被如来佛祖和玉皇大帝利用。怎么利用呢？咱们往下说啊。你看一开始他出了名了，只是说这个玉皇大帝知道有这事儿了，好，说派人收拾他。太白金星说别介，收拾他干嘛呀？你把他招上天，给他个官儿也好约束约束。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。多谢了，多谢了。但孙悟空嫌官小，反下界自封齐天大圣。要按照正常逻辑来讲，玉帝是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，也派人去打了，说没打过孙悟空，他完全可以增派人手。这时候太白金星说你再把他弄上天，咱就给他个齐天大圣虚职又能如何呢？然后让他干嘛？管蟠桃园。玉帝说行，管蟠桃园。陛下，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，结交天上众星宿，不论高低，称兄道弟，呼朋唤友啊！长此下去，只恐贤终生事啊！哦，速去宣召孙悟空，命他掌管蟠桃园，免得他闲来惹是非。是。管蟠桃园是玉皇大帝拍板定的，他的疑点就在这儿。为什么我说这些事儿是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给安排的呢？咱那么想想，猴子最愿意吃啥？桃呗，那是。你说你让孙猴管蟠桃园，你闭着眼想去，这还了得吗？那才叫监守自盗呢。就以玉皇大帝这么聪明一个大头，这事儿能想不到？他是故意的，故意安排孙悟空管蟠桃园，诚心就让你偷吃蟠桃，把蟠桃园给毁了。那么玉帝为什么要用孙悟空管蟠桃园呢？大伙儿注意，出于精简机构的目的。说你这都扯了，怎么还精简机构呢？你看啊，蟠桃，咱们都知道那土地神啊，领着孙悟空看，大圣，这蟠桃树3000年一开花，3000年一结果。大圣，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。大圣，这前面的1200株，3000年一熟，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。大圣，你看，大圣，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，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。人吃了以后，大圣，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！与天地同寿。不可擅动啊！有人说这个和这个精简机构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这个神仙系统啊，也跟现在这公务员编制似的，人越来越多，这个修炼成，那修炼成啊，这是我三舅的儿子，这是我二表弟，这我小舅子，都塞到神仙里边了。他神仙可分在天上待着的和在地上待着的。地上的神仙地仙，他不是长生不老的。地仙寿命是多少呢？800年。那么蟠桃会你记住，1年开一回。天上这1年呢和地下这1年不一样，天上1天就是地下1年，所以天上隔1年开蟠桃会，地下已经过了365年了。那么地上的神仙
你要是2年不开蟠桃会，坏了，他就能活800岁，死那儿了。所以这地上神仙就指着参加一次蟠桃会，啃一个桃回来，我就长500年寿命，然后混吃等死，再等开蟠桃会再上去。结果这么下去，地上的神仙名额越来越多，所以玉皇大帝想着利用孙悟空大闹蟠桃会，把这些蟠桃全给祸害了，然后借这机会把你地上神仙梁断了，蟠桃宴开不成了，你自己自生自灭，转世投胎为人，自己就给我精简机构到地方。如果你要认为我说这玉皇大帝这段不合理，咱们来看看如来佛祖怎么安排孙悟空的。凭借一根金箍棒，孙悟空凌霄宝殿无人能挡。然而谁又能知道他大闹天宫的背后，竟然是一起被精心策划的局。从胜任弼马温到毁掉蟠桃园，再到被压五指山，孙悟空究竟是如何被算计，又是谁在算计他？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被算计了的孙悟空。咱们看孙悟空闹天宫，你会发现一个特奇怪的现象，他在闹天宫的时候，天上那么些人，你像什么28星宿啊，什么这个历史那个什么4大天王，见孙悟空都打不过。孙悟空一挥金箍棒，这人全撤退，都打不了。那么你发现孙悟空说这能耐太大了，可是后来他取经的时候，你发现地上的妖怪，什么黄袍怪、黄风怪、狮驼国3怪，能耐都挺大，有不少孙悟空弄不了的。你说孙悟空闹天宫，谁人都整不过他，怎么下到地界干不过妖怪呢？这不合理了吗？这不是孙悟空一个人在战斗，他背后有人支持，有人撑腰。说谁给他撑腰呢？这里咱就得说到如来佛祖。说没见如来佛祖给撑腰，那好，咱从头说。孙悟空能耐谁教的？老说知道，菩提祖师。孙悟空怕自个儿死，说到哪儿求艺呢？他从东胜神州来到西牛贺州。过去讲4州，东胜神州、西牛贺州、南瞻部洲、北俱泸州，天下有4州。说孙悟空架个皮筏子呀，就来到西牛贺州。到哪儿呢？灵台方寸山斜月3星洞，找菩提祖师。这菩提祖师住在西牛贺州，你可注意啊，如来佛祖也在西牛贺州。菩提祖师呢，把他招到门下呢，孙悟空头7年没干别的，打扫庙堂啊，点那香啊，拾的香炉啊，扫山门前面这过道啊，基本就干的，就我们说钟点工、小时工、勤杂工，干的是这个。一直熬了7年，这菩提祖师才有一天在他脑门踏弹3下，人告诉他后半夜3更天到后门，菩提祖师教你。是悟空吗？师傅，师傅，弟子等候多时了。你这个猢狲，深夜不去睡觉，到我这里干什么？师傅白天打我3下，关闭中门，明明是要我3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。师傅，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。念你虔诚好学，就传些道术给你。筋斗云学得快吗？一个筋斗就是108000里呀！啊！菩提祖师一个晚上就教会他72般变化，隔了一段时间又一个晚上教会他筋斗云。大伙儿注意，这2样是什么能耐？72般变化是惹祸的本事，惹祸；筋斗云是干嘛？是逃跑的本事。他教了他这2样，也就是说跟了菩提老祖7年，真正学能的就2个晚上。那么咱们看一般来说呀，这神仙教徒的至少得教你3样。首先1样教你本事，第2样教你做人，第3你要走了呢，我再给你点宝贝。可是这菩提老祖特奇怪，这么大能的人，就教你惹祸的本事和逃跑的本事，一不给你宝贝，2不教你怎么做人，给人感觉呀，这菩提老祖就纵容你玩吧你。后来他把孙悟空弄下山的时候说了，下到山去不得跟任何人提你是我徒弟，
从今往后，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，我也不再见你。啊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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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下我吧。记下了吗？你看这个感觉什么？好像菩提老祖教他能耐，就是让他惹祸似的。我不教你做人的什么，所以这个疑点就出现了。就这菩提老祖为什么这么教孙悟空？就是诚心让他下山惹祸干些事。比如说，这跟如来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你想，菩提老祖有能耐，弟子众多，有势力的人，他跟如来佛祖就不认识吗？而且这菩提老祖自打出来，后来教完孙悟空，在整个《西游记》里就没了，人家蒸发了。你说这不奇怪吗？所以咱可以推断，菩提老祖跟如来佛祖是一个人，是如来佛变换成菩提老祖，教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和筋斗云，就让他下界惹祸去了。如来佛这么干是为什么呢？他有两个用意。头一个用意，你看着好像说西天取经是东土大唐的人万里迢迢来到西天取经，其实不是，其实是如来佛把佛教的影响从西天过渡到中土，他扩大了宗教的影响势力范围。但是你这一道总得有人完成这过程。有人说他在天上蹭一下就过去就完了，神仙对神仙不行，你得有凡人出身的人完成这过程。他推广宗教不光是过去几本书，还要有人率先错犯，以身作则，才能完成这过程。所以他需要在尘世间招几个形象代言人，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。而且这几位都是以前犯过错误的，他是为了赎罪。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赎罪，恰恰符合了宗教对世人有最大感召力的这种本质。就你原先有罪不要紧，信了教以后潜心修佛，所有的罪孽都洗清了。所以他要通过这个方式把佛教从西天推广到东土，完成他的一种影响力。这是他用孙悟空的第一个。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呢，佛教本身要自我壮大势力呢，就要不断的吸收人才。你要像玉皇大帝那会儿是总是裙带关系，这个你都说他能耐没有佛祖大，那肯定的，他无法自我净化。就是人家底层啊有能耐的人，你得给他一个机会，怎么样他能上升到上层来。所以如来佛祖想呢，妖怪是当时的底层，我怎么样给妖怪确立一个上升通道？只要你好好干，只要你听我的啊，听我招安啊，我就给你一个好的结果。你比方说你孙悟空原来不就是个石猴吗？一个动物吗？我教你本事让你成妖怪了，然后我让你西天取经，最后孙悟空斗战胜佛，让你成佛了。孙悟空，你一路降妖有功，有始有终，加封你为斗战胜佛。多谢佛祖，多谢佛祖。师傅，我老孙也成佛了。好，这可对那些妖魔鬼怪有巨大影响力。你看不看着？你们只要好好干，认认真真的，最主要得听我的，我让你干啥你干啥，最后你就有个好结果。底层人并不是说非得往上扑腾，关键你得让他看到希望。所以孙悟空就是如来佛手里这样一个棋子儿，通过他完成佛法东渐的任务，又通过他完成了对世人警醒人心、潜心修佛的这种号召力，又通过他完成了一个底层人物如何向上走，给你确立个通道，又树立了一个典范。所以有人说《西游记》是什么？如来佛祖下了一盘很大的棋，谁也弄不过他。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，别高兴的太早了，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。玉帝，如来，俺老孙被你们骗了，被你们骗了。所以咱们说到这儿，你就明白，这孙悟空啊，本事再大，反抗精神再足，再放荡不羁，再有本事，他也最终被如来佛祖摆弄成一个傀儡。其实呢，你把《西游记》看完了，眼倦长思，你想一想，古往今来都是那个能耐大的，上蹿下跳的，
反叛精神足的、放任不羁的这样的英雄人物，最终无一例外，要么被体制招安，要么老老实实的在寂寂无名当中度过一生。你选择哪一样吗？很可能这样的人最终都会被别人摆布和利用。你能耐越大，可能在别人眼里利用的价值就越高。所以说，所谓的英雄好汉，咱们把5000年历史翻个遍，你看看哪个英雄好汉不被统治者利用？我们今天呢，继续给大家解析你不知道的《西游记》，因为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绝大多数人都是看了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。你要真问说谁看过《西游记》原著，是否仔细看过，没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经历。那么我们今天给大伙说这《西游记》呢，并不是依照电视连续剧版本，而是把《西游记》原著你仔细翻一下，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颠覆了你对以往《西游记》的认识。今天咱们说《西游记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章节，真假美猴王。原著《真假美猴王》章节的拍摄，在老版《西游记》为何没有出现？是情节张力不够，还是拍摄技术不行？究竟是谁觊觎他美猴王的宝座？你是哪儿的妖精？你是哪儿的妖精？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？究竟是谁在打美猴王的主意？你们谁是悟空啊？一个有创意的妖怪，一次很大胆的猜测，一番颇有意思的推理。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。老梁故事会为你揭开真假美猴王的未解之谜。我小的时候啊，看《西游记》，当时看原版的时候，最愿意看的就2个地方，一个是大闹天宫，一个是真假美猴王。觉得这2个章节呢是《西游记》里边最为精彩的。那么后来我们都知道，80年代呢，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杨洁拍这个《西游记》，就我们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经典的80年代版本。当时拍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盯着，就想看看这真假美猴王。你想这俩人一模一样，这打起来，他不像现在咱高科技了，你这个克隆多少个打电视特技、电影特技，那会儿没这个特神网，说这段怎么拍？可是把这个第一版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25集都看完了，没有真假美猴王。我们当时就很失望。有的朋友说有，你怎么能没看着呢？您说那有是什么时候？是98年、99年。杨洁导演拍《西游记》续集的时候，把真假美猴王拍了，前后隔了有10多年。那说为什么第一次拍《西游记》就没有真假美猴王呢？这咱得从头往前说。为什么没有呢？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缺钱了。当时呢是80年代初的时候，中央电视台打算把4大古典名著都拍全了，《西游记》呢就委托给杨洁导演。那给他多少经费呢？开始的预算呢，先拍15集试试水，看看观众反响怎么样。给多少？给300万。你要现在说拍15集电视剧给300万，那都是笑话，那肯定不够。那是80年代初，给了他300万。然后这杨洁导演拿着300万，嘁哩咔嚓，1、2年功夫把头15集拍出来，结果一播火爆了。你想那会儿大伙儿也没看着什么，我们当时看的如饥似渴的。那会儿我都上高中，快考大学了，哎，觉得真好。中央电视台一看呢，这个反响这么好，接着拍，再拿300万，你再拍15集。这杨洁导演拿这300万，准备再接着拍15集，拍着拍着拍不下去了，为啥？没钱了。有人说你头15集300万下来了，后15集怎么300万下不来呢？这时间已经过去3年了。我们都知道80年代呀，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这个市场经济一来有个显著特点，物价涨得也快。商品经济时代嘛，就当时呢物价一涨，这杨洁导演犯愁了。为啥？你看原先说我到哪个地方拍戏去，住的旅馆、吃的饭都便宜，结果这2年翻往上涨。最要命的是呢，原先我说到哪个景点拍取景，哎，那管景点人很高兴，我没见过拍电视剧，我们看热闹行吧？啊，这要能在里头创个小角色都乐疯了。结果这几年功夫，人的商品意识提升了，你再来取景要钱，你在我们这拍一天得多少钱？所以这些费用涨了，唯一没涨的就演员片酬。就当时拍这个《西游记》呢，最贵的演员是谁？是六小龄童张金来，就演孙猴这个。他每一集片酬多少钱呢？你说起来你们现在不敢信，一集给70块钱。
就叫这个片酬几年都没涨，但就这样，这300万不够，最后马马虎虎的呢，这300万没拍了15集，拍了10集。说剩的5集是什么呢？险渡通天河、收服青牛怪、受阻狮驼岭、救难小儿城，还有一个就真假美猴王。这5集在计划以内没拍出来。有的人说，那要真假美猴王应该拍呀？为啥？这故事多好啊！俩孙猴一模一样的，地上打到天上，天上打到海里，最后打到如来佛祖那是，就弄个6耳猕猴，多精彩这故事！这就是我说第二个没拍的原因。为什么没拍？技术问题。你看咱现在有的朋友看过类似双胞胎这类电影，哪那些双胞胎？成龙有个电影叫《双龙会》，里边那么成龙一个人演俩角啊，一个正经人，一个小混混。尿裤子上了，那么像我连衣服都一样。俩人在一个镜头里头，咱现在很简单，这特技一合成就完了。可是那个时候咱们没有这个手段，就你看你拍个孙猴腾云驾雾，咱们看老版《西游记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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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了一个云彩，咱现在看多假，但那会儿能做到这个就不错了。你说把两个一模一样人弄一个镜头里来，根本做不到。你让六小龄童分饰两角在一个镜头出现不行，所以当时技术原因也非常重要，就无可奈何的杨洁导演把这个放弃了。到后来这个98年再重新拍的时候，当时技术条件达到了，再拍的真假美猴王。你是哪儿的妖精？你是哪儿的妖精？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？你们谁是悟空啊？我是啊，菩萨，我是真的呀，他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那我为什么说这个真假美猴王呢？这个戏有意思呢，就你要仔细的把老版《西游记》翻翻，你发现真假美猴王没那么简单。原来的故事情节大家熟悉的是什么呢？说这个假美猴王啊叫六耳猕猴，这六耳猕猴呢也跟孙悟空一样，能耐一样，寿命也都一样，都永远不死。这为什么？当年孙悟空啊喝醉了酒了闹地狱，把这十殿阎罗给祸害够呛，把判官手里的生死簿打开来，全是写到带猴的那儿，歘歘笔一勾，意思不在生死簿里头，就永远不死。他这一勾是他找带猴的页，孙悟空喝多了一划了，自己那名是划下去了，捎带着不少猴也跟着得了好运了。这说这里头就有六耳猕猴，六耳猕猴也不死。那后来这六耳猕猴怎么出来的呢？你要仔细一研究六耳猕猴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太奇特了。西游记里头没有这么奇怪的妖怪，为啥？他是假冒的孙悟空。你琢磨琢磨，这能耐小的妖怪，比方什么老鼠精、蝎子精、耗子精之类，他不敢冒孙悟空，他怕孙悟空啊，他能敢假冒他吗？他不敢。要能耐大的妖怪，他不愿意，不屑于假冒孙悟空。说我能耐跟你一样的，那你看我也可以占山为王，我可以占山头拉大旗，我没必要冒充你孙悟空。那么六耳猕猴这能耐本事跟这个孙悟空就一样大，他完全可以自己下海创业去，没必要再冒孙悟空。那他为什么还要冒孙悟空呢？这就很奇怪一个事儿。而且你把这《西游记》老版翻开，你发现这里头有很多地方解释不通的。一般来说，这妖怪呢，他总得有个地方啊。你比方说某某山某某洞，这是他的福地，他占这儿。这妖怪占这个地方呢，方圆这多少里都是他地盘。一个是没有别的妖怪，再一个你一般老百姓也活不了，他吃人，他这个。可是，在《西游记》里头说，这个六耳猕猴的地盘在哪儿呢？说有地盘，在花果山呢。就趁着孙悟空西天取经，六耳猕猴抄的后路到花果山去了。而且居然花果山这些猴子猴孙呢，谁也没看出来的，就说明六耳猕猴对孙悟空的前世今生了解的非常透。那么他是怎么跟唐僧师徒碰上的呢？他和唐僧师徒碰上这个地方很奇怪，荒郊野岭，得有30多个强盗劫道的，孙悟空把这些劫道都给打死了，这就挺奇怪。假如这块地方是六耳猕猴的，那么这些强盗根本都活不了，那跟他抢地盘不找死呢吗？所以说这六耳猕猴大老远从花果山跑到这个地方来作案来了，而且他这作案很奇怪，别的妖怪是干嘛呢？目的很明确，要么是你呢孙悟空呢冒犯到我了，第二种就妖怪目的很直接，我就是要吃唐僧肉，
所有这9981难里的妖怪基本都这个套路，唯独这六耳猕猴不一样，他不想吃唐僧肉，他也不想说把这些人都害死，他要干嘛呢？我把你这个度牒文书都弄了，把你行李我抢过来，然后我另拉一伙人，我自个儿西天取经的，假唐僧、假沙僧、假八戒，我孙悟空，我们这4个人西天取经。你就说这种犯罪手段不太有创意了吗？他到底要干嘛？跟别的妖怪全不一样。最后谁也分辨不出他俩谁真谁假。观音和唐僧念紧箍咒，俩人都喊疼。托塔天王李靖拿照妖镜一照，里头一模一样。没招的到如来佛祖那儿，如来佛祖记起紫金钵盂，把他收服了，里头有六耳猕猴，孙悟空一棒子把他打死了。我说如来，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？他在钵盂底下呢。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细节一点点披露出来，你会发现呢，这里头疑点特别多，就没有这样的妖怪。而且假如六耳猕猴他对孙悟空这些行踪啊都了解的话，他一定得知道如来佛祖的厉害呀。如来佛祖一翻手，啪把扣到五行山底下，这能耐多大呀？他知道这么厉害，你说他得多大胆子，能跟孙悟空一块儿找如来佛祖辨别，完最后让孙悟空打死了，这都不合理。所以说这一段啊，特别值得大伙好好琢磨琢磨，就是真假美猴王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咱们很多朋友们呢看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基本就被电视剧给洗脑了，按照那种直线思维。其实原著《西游记》里头可读的地方特别多，因为过去这个文人呢，他写这本书，你不要以为他在家吃饱撑的闲着没事天马行空，哎呀，孙猴、如来佛祖，不是那样。他这个文人写书是有自己情怀、有所寄托的。吴承恩生活那个年代呢，明朝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中央集权专制是特别厉害，东厂西厂锦衣卫，基本就是个警察国家，管老百姓啊，管文人管的特紧，没有自由言论的开放空间。所以在书里头借着神魔小说指桑骂槐，反映当时的世道人心，这是文人普遍采用的一种春秋笔法。我们过去管这个叫孔夫子叫欲褒贬，别善恶，微言大义，为尊者讳，就咱不能直说，通过曲笔指桑骂槐。我写这个其实说他呢，有很多人分析真假美猴王，得出一些真知灼见来。你比方说，第一种思路认为，真假美猴王真的是孙悟空和六耳猕猴斗吗？不是。有的人认为这是孙悟空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，说这个假的孙悟空其实就是孙悟空自个儿变的。我们都知道孙悟空一有难，压耳毫毛一吹风，好多孙悟空出来打来。说为什么托塔天王啊、观音呢、和这个唐僧啊都分不出假孙悟空真孙悟空来？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他俩都是真的。说白了就跟这个羊是那个羊的克隆版似的，一回事。他当然他就分不出来。有人说这孙悟空不有病吗？他没事闲的自个儿演出这么闹剧，给逼出来的，是孙悟空个人情绪的一种发作。我们可以看到真假美猴王，包括前面三打白骨精那些诸多情节里都有，就孙悟空干一件事，唐僧不认同，哎呀，杀生啊，太重啊，违背清规戒律啊，不行，我就念紧箍咒收拾你，再不你撵回花果山，你别跟着我。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底下，好不容易有个翻身机会，西天取经，最后能成正果，唐僧还这么不待见的，说白了就跟领导整下边一个下级似的，一回两回行，你总这么整。孙悟空一看这也没头了，我得弄出点事儿来，让上级领导知道我的冤屈。上级领导谁呢？那就如来佛祖。怎么能弄出点事儿来呢？我干脆我弄个假的，跟我一样要争西天取经，这个最后把这事儿弄大了，如来佛祖不就得管了吗？有人说你说这有根据吗？他不是没根据，这原著里好多地方露出这蛛丝马迹了。你看这俩人打来打去，到如来佛祖，好多人都分辨不清。如来佛祖没见到他俩时候就下断言，人不可有二心，否则必将招灾引祸。这话就已经告诉大家了，孙悟空有了二心，想通过这一道整出个六耳猕猴来，把唐僧也给打了，又抢行李，这事闹大了，让如来佛祖给仲裁。他见如来佛祖时候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见观音菩萨见唐僧都是希望你们各位火眼金睛能辨真假，注意辨真假，唯独到如来佛祖那儿，他讲我这一道取经辛辛苦苦，结果我师傅还不待见我，给我撵出来了，
我打到这儿了，就希望如来佛祖能够变个邪正。照理说就变真假，他前面那么嘴碎干嘛？我师傅对我不好，给我打到这儿来了。你看他说这干嘛？而且变邪正和变真假不一样，变真假真是真，假是假，邪正是什么？我这行为对不对？你给我个公平，哪个是对的，哪个是错的？就由变真假改成变对错了。你仔细翻翻《西游记》，前面全是变真假，就到这儿改成变邪正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孙悟空是到这儿来矫情来了，我要个公正。回去保你师傅去吧。保师傅不去。怎么不去啊？他不要我了，我还去干嘛？这一番劫难，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，会有疑猜而起。人不可有二心，否则必将招灾引祸。你要谨记，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傅才是。你这话跟我说没用，他一心要赶走我，我没办法。其实如来佛祖能耐比那些人大多了，一下就看穿孙悟空到我这矫情来了，自个儿变个假的。其实他俩这等于都是真的，分身为二，让我来断，其实无非是让我给他公道。说那如来佛祖就识破了就说呗，为什么还不说呢？他不能说这个。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，这个如来佛祖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要利用孙悟空呢，实现两个目的，一个是给这些妖魔鬼怪一个上升通道，你好好听我统治者的，我就给你机会，让你修成正果，这样能更好的收服底层的人给他服务。第二个就是你看起来西天取经，其实是佛法东渐，等于呢通过这个过程呢，把佛教的影响力从西方来到东土大唐。他要用孙悟空，你说这时候给他戳破了，孙悟空一甩挑子，我不干了，这事还不好办了。所以如来佛祖呢，这脑袋大的反应就快，马上他想到这个事儿了，就说啊，我来替你收服这个妖孽，他叫六耳猕猴。孙悟空都没听说什么六耳猕猴，没听说过。说如来佛祖要干嘛？一愣神功夫，如来佛祖把那紫金钵盂拿出来了。如来佛祖想变啥还不容易吗？里头一下就出了个六耳猕猴。这时候孙悟空明白了，那我得配合，抡起棒子上去，把这个自己变这假的假装给打死了。就说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，其实如来佛祖说你呀，好生下去伺候唐僧，我不会亏待你的，我不可能让你就修不成正果，你就别矫情了。所以有人通过这一系列蛛丝马迹分析，孙悟空自个儿闹了一把，自编自导自演。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。老梁故事会为你揭开真假美猴王的未解之谜。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。当然还有一种说法，我们听起来也很雷人，但细分析不无道理。最后这不六耳猕猴被打死了吗？有人说打死那个是孙悟空，活着那是六耳猕猴。有人说这也太雷人了吧？他有道理。为啥有道理？你想啊，孙悟空这人呢不服输啊，那是典型的叛逆者。你就发现孙悟空一上天，管太上老君叫啥？老官这等防备我，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！他对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不怎么尊重，经常坐那耍赖。你这我回花果山了，这个哪个领导愿意用这样下级啊？他都愿意用听话的。你这不听话的，虽然给我干点事儿也烦，说你万一哪天你不听话大劲儿的，你再造反，我不好弄了。所以对于如来佛祖来说，万不得已用孙悟空。但凡不能不用他，有机会的话，他就不想再使孙悟空。这我们说的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六耳猕猴书里怎么写的呢？叫知前后万物皆明，就是他能耐呢，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，啥事都瞒不过他，他啥都知道，后边事他也知道，能预测未来。所以你这么一算，出现六耳猕猴，完全是如来佛祖给孙悟空留一个备份，万一你染上病毒了，我就搁这个替代你。孙悟空这一道上跟唐僧也不怎么对付，对如来佛祖也不怎么尊重，受不了这管束，说不定哪天一翻跟头回花果山了，这西天取经算歇菜了。所以这么不听话一个人，如来佛祖得想个办法，就又培养了这么一个六耳猕猴，跟孙悟空俩人矫情。所以这么一换，狸猫换太子，等于间接的呢一个
完全听佛祖话的孙悟空去取经去了，能耐也不差，就把这个真孙猴给悄无声息的消失了，处理掉了。还有一个活的证据就是呢，你看后来在西天取经路上，真假美猴王之前，孙悟空总跟唐僧闹，等到真假美猴王之后，《西游记》里再没写过他跟唐僧闹别扭，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，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也没念过紧箍咒，平平安安到西天取经就回来了。悟空，师傅，为师错怪你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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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悟空，悟空，师傅，师傅，悟空。所以这就是这里头一些埋下的证据。我想不论他是孙悟空自编自导自演，还是真孙悟空已经死了，假美猴王在，这其实都是吴承恩的一些春秋笔法，他想表达他自己意图。后边这意图是什么呢？无论你这能耐多大，你大不过你的领导去，资源掌握在领导手里，你在人家手心，在人家单位干活，你要不听一把手的，你那是找死，他有各种各样办法对付你。再一个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不要以为我能耐大上天了就没有能取代你的。那工作岗位这个东西，只要有这份工作干，就不只是一个人能干，别人也能干。所以这提醒我们呢，那些很自负的年轻人在单位，第一个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谦虚点；第二个，千万别跟你的老板跟你领导闹，闹来闹去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。你要这么解读真假美猴王，那《西游记》对我们年轻人走向社会还能提供一些帮助。